嗨，欢迎回到龙树菩萨与药师佛空性的课程。我们已经讲到下一章第12章，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在5年内讲完27章。今年是第3年，我们的进展很顺利。我们已经讲到了第12章，这里又出现了帕里夏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一项调查。这次我们要调查杜卡。受苦耶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但你觉得他终于讲到这个话题了。我想检视一下生活中所有的混乱，我想深入调查并找出发生的原因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新冠病毒会出现，为什么我的伴侣有时脾气暴躁，为什么我的狗在家里尿尿，诸如此类的大事，你懂的。所以这被称为像调查一样的检验。我生命中的痛苦、烦恼，来自于我吗？或者来自其他事情？这里的我是大，所以这也可以意味着我生活中的烦恼来自我生活中的烦恼，还是来自其他东西？我生活中的烦恼，我生命中的烦恼是不是来自于他自己，还是来自其他事物？我再说一遍，我生活中的问题是否来自于我生活中的问题，还是来自其他东西？其实龙树菩萨将这个问题一分为2，我生活中的问题来自我生活中的问题，还是来自其他东西？谁给我带来生活中的问题？是我自己还是其他人？谁给我添烦恼？是否我老是自找麻烦？所以我们会讨论自身和他人。在2种不同的情况中，痛苦是不是自己引起的，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痛苦？是我让自己痛苦吗？自己找罪受吗？还是其他人让我受苦？所以针对这些问题，我们将在第12章探索。我们来看第1季。那么龙树菩萨给你4种选择，关于痛苦是由自己引起的吗？不是，不要去分别我和你，这不是我们首要讨论的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我生活中的烦恼给生活带来麻烦，还是另有原因，而不是我生活的麻烦给我带来麻烦。龙树菩萨开始说到，你知道有4个不同族群的人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有4个哲学流派在2000年前的古印度对这个问题提出见解。卡奇意味着人们各说各话。什么？第一种看法，他们之中有些人说 Dunia Kachiche， 我生活中的烦恼来自我生活中的烦恼，我生活中的麻烦来自我生活中的麻烦，这是第一种看法，懂吗？来自于他自身。现在第2种 Shinkiche， 那是什么？是啊，都是因为别人别的事情，而非我生活中的麻烦给我生活带来麻烦，这是第2种看法。第3种看法 Nikiche， 以上皆是生活中的苦难烦恼来给你生活带来麻烦，还有些不属于你生活中麻烦的事情也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麻烦，完全一样的。第3种选择Gime， 没错，以上皆非，没来有的，它就是发生了。你们都错了。等一下，他们其中一个必须是对的，只有4种可能性。他说不对。我觉得讲到这里正是学习梵文的好时机。在这几堂课的不同部分，我们一直在学习不同类的梵文。这里有一些梵文适时的插入，我认为会很有用的，那就是来自于它本身透过别的东西
以上皆是，以上皆非。让我们用梵文学习这4种可能性。为了你生活中的麻烦，我们来学梵文吧，因为这反映出我们如何度过一生的。梵文是这样写的：第一个 Swayam Kata，Swayam Kata，Swayam 的意思是来自它本身， Kata 的意思是制造。你生活中的麻烦 Swayam Kata 来自自身，你生活中的烦恼生命来自于他自己。在藏语中达 Kiche 来自自身，梵文的 Swayam 这个字包含了树和阿雅，而树的就是意思是你自己，阿雅把它成为一个名词自身。在英文字自杀会看到树这个字首，杀是沙漠的意思，而树语就是你自己，自我自源来自树语和树，而孤独自源来自树，这些字都来自于 Swaya 这个字。还有印欧体系字首 Sway， 亦出现在自我和秘密2个字中，所以这些字的意思都来自于都是自我。Kata 来自动词克，意思是做，这就是业力这个词的根源。克的广义只是做某事，它在英语同源词是谷物、创造和业力。谷物这个字历上有一度将西这个音改发为 s， 原本发可，发卡，所以演变出现代谷物的发音，所以这些都是制造的意思。现在第2种看法，事情是 Palakutta， 我生活中的烦恼并非来自生活中的烦恼，而是另有其事，或是我生活中的麻烦不是我制造的，而是由别人制造的。第2个选择 Pala 的意思是别人、其他人。第3种选择 Dvabhyam Kata，Dvabhyam Kata， 我生活中的麻烦来自2者，我和其他人或他自己和其他事都是。Dva 的意思是2个，这就是为何数字2有字母 W 的原因。这个 W 就好比 B 在自行车中的意义，还有分这个字，或者是第4种选择是 Ahetuka。 Hetu 的意思是什么？原因不是 Ka 的意思是制造，是的，不是由原因造成的 Ahetuka。 所以最后的可能性是你生活中的麻烦事只是随机发生的，它不是由你或别人带来的，它不是来自麻烦自身，它也不是来自别的东西。我不喜欢 Dukkha， 但我喜欢这个字。苦也是悲伤，度代表 dus， 在这个前2文的关系下 s 变成 h， 所以 dus 意思是坏。我不知道你们在高中会骂人混蛋吗？抱歉，当我没说。dus 是坏的意思，它以 dys 的形式进入英语。我认为透过希腊语指功能失调或疾病。然后 car 的意思是车轮的开放式轮轴，传统上解释为 dukkha， 意思为吱吱作响的轮子。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？吱吱作响轮子发出噪音最大，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没错。反正制造麻烦的人声音最大，类似的概念。所以传统上解释 dukkha 是指你车上的轮子没有装好，会发出这种声音，啊咦啊咦的声音。英文体系也有咔这个字，嘎伊嘎伊，这意味着嘎伊，意思是打哈欠或张大嘴巴。所以 dukkha 基本上只是一张大嘴，一张又大又坏的嘴，这意味着麻烦。dukkha在哪里？麻烦可能来自哪呢？是
斯巴耶科塔吗？斯巴耶科塔不知而故来自于我，布拉科塔不知而故来自于他人吗？德巴比安科塔，它来自于我和其他人吗？还是阿黑图卡，或者它就是发生了？世事难料。好，这正是我们要看的章节。让我们进入下一季。当我们讨论痛苦来自痛苦本身的可能性时，龙树菩萨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当凡人堕入人间，你现在拥有的身体和你的意识分崩离析，眼前分崩离析的身体和意识，是不是来自于前世？这就是他说的意思。这样的痛苦本身会导致痛苦。你是否本来就要来受苦的？我们来看看这个可能性。你的身心分崩离析，而且通常你无法阻止。有趣的是，人们试图阻止。我认为我们尝试做的事有一半是为了想要停止受苦，阻止我们身心分离，这反倒加速把我们的身与心推得更远。反正 Telltale 这里他说，龙树菩萨说，当我说痛苦来自痛苦，我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导致了你现在的身心分崩离析？让我们看看第一种可能性，它来自于过去同样的事情。当初你的身体和意识早已分离，接着又创造一个分离的身体和意识。我们开始看文本。如果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来自你生活中的问题，那我们可以说它并非仰赖其他事情才会发生。如果你生活中的烦恼已经造成生活中的烦恼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依赖性，都必须仰赖生活中的麻烦，因为这已经成为你生活中的麻烦了。事实上，我应该说，即使你说受苦，现在龙树菩萨正在纠正这个人。我会说，如果你正身处支离破碎的身心状态，这个征兆表示你的身心老早就支离破碎了。所以，也许你的上一世身心已经支离破碎，你做了一些事不怎么好的事，是因为你的身心分崩离析，然后今生的你也身心分离了。所以，分崩离析导致分崩离析，没关系。然后顺道一提，他说，那样的话，如果痛苦引起痛苦，那你能从死里复活吗？他说 no， 那种说法不正确。你的前世身心分崩离析，导致这一世的身心分崩离析，因为身心分离是从这一世开始。上一会已经结束了，所以如果他们是同一件事，他们不会有因果关系，它不可能来自我的死亡，我无法死而复生。请上图片。如果你受苦的身体和意识来自过去受苦的身体和意识，那么既然你从过去的身心在前世已经受苦，他们无需再制造更多的痛苦，因为他们已经受过苦了。没有人让他们受苦，受苦是因，受苦也是果，所以没有新的痛苦产生，没有新的痛苦产生。如果你本身就要受苦，
那么就没人可以让你受苦了。如果你本身就要受苦，那么你不必做任何事情，反正你会受苦。如果你本来就不用受苦，而你试图让自己受苦，无论如何你都做不到。如果你的本来就不用受苦，那么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受苦。如果你本来就要受苦，那么没有人会让你受苦，因为你已经在受苦了。下一句。格林亚妈是这样读的。如果这一世你分离的身体和意识来自上一世生亡时的身心状态，叫做现。现的意思是今生分离的身心，就是你前世分离的身心吗？是还是不是？你这辈子分离的身心，是否就是你上辈子那副分离的身心？他们是一样的吗？不，他们有相同的经历，但有一个先发生，另一个后发生。所以我们可否说，你今世分离的身心与你前世分离的身心是不同的吗？是不同的东西吗？没错，他们是不同的。如果他们真的是不同的东西，那么你可以说，如果他们不同，也许你可以说，你上一次分离的身心导致你今世的身心分崩离析，没问题。如果上一次你的身心分离，所以你对别人很坏，却想用这样的方式修复你的破碎的身心，那你会落入同样的回圈。他们同样是破碎的身心，还是不同的，所以他们是不同的，对吧？他们必须不同，他们彼此从不接触。他们从不联系，两件从未接触的事如何互相影响？如果你打撞球或用球杆击球时，击中另一颗球，两球必须有一个碰触点，第一个球的动力创造第二个球的动力。如果你前世身心受苦，造成了你今生身心受苦，那么两者肯定在某个时间点有接触。但若事事依你认定的方式运作，在你的种子之外，他们永远碰不上，他们无法接触。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一段了，就像你的脚踩在你的脚掌中间部分在哪里，过去与现在在哪里相遇，过去在哪里遇见的未来，两者之间不可能碰触。如果它们分别是独立存在的，如果它们两方各自存在，他们无法碰触到对方，因为两者可能有重叠，而他们无法。如果真的重叠了，那么你的前世将是你今生的一小部分。他们无法碰触到对方，他们不可能有办法，没有他们可碰触的地方。如果你的前世碰触到你的今生，那么他们的接触点同时成了你的前世与今生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们必须分开。如果他们两者是完全分开的，那么到时候你的过去混乱的身体与意识，抱歉，如果他还在那里，你也还没死，你就无法得到下一世的身体与意识。如果你有了下一世的身体与意识，那么你过去的身体与意识已经死亡，已逝去的与此时此刻的一切无法有任何关系，不可能。前一刻出现的事物永远无法成为你眼前的因，
因为没有时间可让他们接触。要么过去有本事伸出脚趾跨越到当下，要么现在有优势可转化，粘到过去的边，要不其中一方得越线碰触到另外一方，懂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不要怪罪别的事，造就了你目前的痛苦，不可能。如果它已经消逝，它就什么也做不了。如果它还没有消失，它还在你的前世，懂吗？好的，我有张照片，一根手指和一个仙人掌，这跟另一张手指和仙人掌的照片不同。为什么，可西老师？手指和仙人掌中间有一个空隙。如果事物从不相互碰触，你不会受伤的。若你的手指从未碰到仙人掌，你不会受伤，而事实是你无法。你的手指，你现在的痛苦，无法触及你前世的痛苦，不可能，没办法。Rebecca， 若他们不碰到，能伤到对方吗？不行，若没有碰触到，就无法伤到对方。现在，如果你想坚持说是啊，我这次在受苦，算了，我不管，就是我前世的苦难害的。他们碰触到对方了吗？没有。你不碰仙人掌，它伤到你的手指吗？如果你说今生的麻烦是前世害的，尽管两者之间从未碰触，对啊，他们可以。好吧，那你应该这样继续整天嚷嚷。为什么？因为凤凰城附近的仙人掌，他不用碰到你就可以伤害你。好，格里老师，他得碰到你才伤得了你，那你的前世必须要碰得到今生。好啊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两者必须重叠，前世的一部分必须碰到现在的一部分，才碰得到此生，或此生某部分必须存在过去才碰得到前世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的前世和此生和前世不同。如果此生必须要碰到前世，那你已经回到前世了，懂吗？你思考的这种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就连佛陀一再强调也不可能发生。你说前世的作为让你此生受苦，这不可能。佛陀事情不太对劲，你碰都碰不到的仙人掌，让你的手指发疼，是同样的道理。我再说一次，大家的表情不要这么迷惑。好啦，迷惑也没关系。若前世所做导致你此生受苦，那么前世必须碰到此生，就像你的手指必须碰到一束仙人掌。如果你的手指都没碰到仙人掌就发疼，如果你此生没有碰到前世就已经遇到麻烦了，那只因为亚利桑那有仙人掌。你每次跨越洲际线时，手指就应该要开始痛了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没碰到你就会痛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若前世没有碰到今生，前世发生的事件会伤害到今生。佛陀啊，这是你的教导，明白吗？但这两者又碰不到对方，如果相碰了，那么你此生的开始就会在你的前世当中了，或是前世尾声必须在你的此生当中，那么前世与今生之间就没有太大的差别。这实在不合理。可惜老师啊，我们想要讲这些，谁在乎啊？讲这些，你的苦也不会停止，谁在乎啊？除非你搞清楚这些苦从哪里来，他们不是从前世来，前世碰不到今生，那它究竟从哪里来？有一天你会懂的，好吗？好，下一句。如果有某种，现在这是一个人，好，我们就说，如果其他人可以伤害我，那么一定一直都让我疼痛，或甚至他们就是痛本身。如果别人可以让我受伤，那他们就是这个伤口。
那他们就是这个伤口，懂吗？如果另一个人可以，我们都把问题归咎于别人，一天到晚时时刻刻。但是如果有人让你不舒服，那他们必然是痛点，因为你碰到他们就痛，懂吗？然后你可以，我想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思考。丘尼喇嘛，如果你读过他的著作，可以这么思考。看看这张图片，办公室里的员工，不晓得你工作上是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主管在吼你，几乎大家都这样定义自己的工作。主管大吼这名员工，究竟是谁在伤害谁呢？等一下，停在这里。好，是谁在伤害谁？主管在伤害员工，对吧？这名员工看起来很难过，主管看起来很开心，因为他可以当主管。他在伤害别人，所以你可以说主管在伤害员工，对吗？这名员工有伤害自己吗？主管在伤害自己吗？还是主管伤害员工？这就是我们想知道的问题。本章的大问题就是这个。当他人令你受苦，当主管对你大吼，谁在吼你？是谁导致这种局面？所以你在伤害你自己，你在伤害你自己。我们刚刚才说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痛苦无法伤害痛苦，对吧？想一想，对了，整件事会演变为责怪。你遇到的问题能怪到别人头上吗？是他人让你罹癌的吗？如果持咒能治愈癌症，那咒语就能对治癌的原因。因此你就得仔细看看罹癌的根源。因为如果咒语的功效是治愈癌症，咒语就必须对症下药。如果咒语无法根除致癌的原因，那么癌症会扩散。那么咒语到底能否治愈癌症？若可以，它就必须阻止致癌的原因，对吗？你要想一想，如果致癌的原因已经消失，那么咒语怎样才能碰到癌症的因？如何持咒根治癌症？你必须制止癌症的根源，但它已经消失了。你不需要咒语才能治愈癌症的根源，因为癌症的因在癌症发生时已经消失了。那如果阻止不了癌症的因，怎么阻止癌症呢？你怎么接触过去的东西？这就像给你的曾祖父写封信，好吗？因此，咒语生效的方法，在治愈癌症的方式跟你想的不同。你必须收集其他的种子。再次强调，拯救生命很伟大，拯救鱼类的生命是好事。你因此踏出家门，你实际拯救面前活生生的生命，没有其他事如此有力量。但是我想你也可以对生活方式做出调整。关于如何用车或使用塑胶的方式，或是砍树这类的议题，这些能拯救更多生命。也许你两者都做。好，下一句他把56与73三句放在一起，来吧。如果我感受到的痛有因，如果另一个让我疼痛，那他们令我受的苦永远不会停止。为什么？都是他人造成的。
他人表示这人不是我。对，没错，一个非我者导致我遇到生命中的麻烦。对，意思就是他们一定有碰到我。对，如果他们从没接触过你，那就无法让你受罪，对吧？对，他们一定有，他们的生命一定以某种方式接触到你的生命，对吗？对，两者一定在某个时刻交汇，对吗？不，他们只有碰到我，没有交汇。好，那他们怎么会在没交汇的状况下碰到你？他们的边缘碰到我遇上的鸟式的边缘。拜托，一定有接触到，一定有重叠。好啦，格西老师有重叠，那么另一个人跟你的麻烦，有部分是同一件事。任何时刻，只要那个人找你麻烦，我猜有这种人存在。你说和你惹麻烦的是另一个人，对，是我的伴侣，我没问题，是他们找麻烦。好，另一个人替你惹麻烦，对吗？对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接触到你，对吗？他们必须遇到你才能给你惹麻烦，对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某个时间点，他们变成你过去碰到现在，过去的最后一部分是现在的第一部分，因为过去的最后一部分必须要让你的麻烦开始，对吧？顺道一提，如果对方跟你的麻烦一开始仅差几毫秒的距离，那么他们就无法接触，因为他们没有接触点。因已消失，果已开始，这说不通啊！如果因导致果，因和果之间必然有几毫秒的重叠，不然不存在的东西导致存在的东西发生，这是不可能的吧？就像撞球的球已经落入球袋，还能让其他球移动，懂我要讲的吗？那颗球一定在，两颗球都得在桌上。所以在你生活中给你惹麻烦的人，一定要跟你同时出现才能做到。对，所以意思是那些人不是原因，对吗？为什么不是？因为他们属于过去啊。种子发芽成树时，种子已经不在了。你的伴侣给你惹麻烦，当你被烦到的时候，你的伴侣消失了，不在了。是一个看不到也不存在的人，就像树长高之后消失的种子，给你惹麻烦，对吗？好。另一个人，所以喇嘛在此稍微离题，我就跟着他。他说：“当我说你现在的痛是别人造成的，我的意思是，过去一个生命，例如动物的行为，导致此生这个人受苦。所以我讲的不是同一个人，他以前是动物，但现在是人。我谈的是不同的生命形式。”他说：“那是可能的，他们跟我不一样。动物的生命形式跟我不同，不是我。当我说这位不是我的人让我此生遇到麻烦，意思是我人生中的麻烦是过去的动物或其他生命所造成的。另一个人想表达的意思即是如此。那么你应该时时刻刻都受苦。如果他人让你痛苦，没有接触到你就能让你惹上麻烦，那你应该一天到晚都有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一直都没碰到你啊。那你一辈子应该麻烦缠身吧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有人能不碰到你就给你惹麻烦，那即使他们不在你身边，你应该麻烦不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用碰到你就能给你惹麻烦。我选了这张图，
你是否曾经帮未来的自己惹麻烦？这就是了，答案在此。对啦，我昨天做了一个面包卷，有人教我怎么为咖啡馆做肉桂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都觉得现场有4个人，我们都觉得自己做这些卷的原因很高尚，所以爱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。每一个人都吃了大概3、4个吧，然后之后我刚刚做了啥好事？对，那时的我给未来的我添麻烦。但如果我从未碰到他们，怎么发生的呢？如果我不在，吃了3、4个肉桂卷的人不在，后来那个人发胖了，那你能说不在场的人给在场的人制造了麻烦吗？不可能，事实上不可能。格西老师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某种业力种子创造吃下肉桂卷，然后另一个业力种子创造一个胖子，但是这人发胖不是肉桂卷害的。理论上来说，你应该要能吃下肉桂卷而不发胖。我们还在找甜蜜点。好，下一季，我知道这不容易，一天要听这么多龙树不容易，撑一下。你不能说痛导致痛，因为导致现在痛的必然是过去痛，过去的痛已经消失了。如果我没有导致自己的痛，是其他事导致我的痛，但这件事在我的痛发生时已经消失了，就变成消失的事造成存在的事。好，所以这张图就是不晓得为何没人能让我痛，没办法。麦克无法透过高温让麦克疼痛。3点钟的麦克没办法透过在当时吃太多给4点钟的麦克的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3点钟吃太多的麦克，在4点麦克受苦时已经不存在了。他们从没碰到或接触到，所以我没办法给自己的麻烦。显然，如果有人做肉桂卷给我，我吃太多，既然他们从没碰到我，也不是他们导致我疼痛，因此这样我就不痛了。不，我还是会痛，这来自其他地方。好啦，继续。Kelted 下一季。然后他飞快地跳过其他2个可能性，为什么？再说一次。都是也都不是，是都是也都不是。格西老师和另一个人让格西老师体重增加，或没人导致格西老师发胖，不是格西老师或其他人让格西发胖的，他就摒除这2者。好，照片。我想这张照片是2只手在解谜题。总之，不是他人和我让我疼痛，没人让我疼痛，没人让我疼痛是容易的。格西老师啊，你怎么可以说不是我和他人导致我疼痛呢？因为当你感受到痛的时候，这些人已经不在了，不在场的人无法让你疼痛的。好，继续讲下一季。他说：“乔，我们刚结束讨论受苦的4种观点，苦造成苦吗？
其他事造成苦吗？这件事本身和其他事造成受苦吗？或受苦是以阿海图卡的方式发生的？完全没有原因。他说非也，并非四种观点皆如此。然后他说，把这个原则拿来运用在生活中的每件事情上，应用在你自己和其他事情上。你生命中所有事，也不是这件事情本身或其他事情造成的，并非两者造成，也并非无事造成。但是事出必有因，所以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从你心中的种子，你创造，你的心是创造的因，你的心是创造的果，你的心是创造了因与因果之间的连结，但是因没有创造果，这是谬论，这是错误的。意思就是每个人在地球上曾做过的每件事都是错的，因为他们不了解空性。过去几百万年来，地球上每个人采取的每个行动都是错的，也没有按照应该做的方式去做。他们做的事跟自己想要的事没有关联。人类史上每个行动既无价值也无作用。好，第一堂课在此圆满结束。每个生命所做的每个行动，动物也好，人也好，在这个世界史上，若他们不了解我们在此所谈的知识，他们的行动终将徒劳无功。好，下堂课见。